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今天这一集又是我的这个 Subaru BRZ 系列了啦。看到这个系列就知道我又要花钱了啦。上一次啊，我就有在我的这一部影片上面跟大家聊到，我买车呢，一般上都会先改一个我自己个人的入门3套件。首先就是让这一辆车啊，增加它的抓地力，把这个轮胎换掉，在换掉轮胎的同时，也顺便有一个借口换一下 Sport Rim 这样子啦。那第二个东西呢，在影片里面也是有提到，就是让一台车更快的停下来。没有错，来到了今天这一集，应该很多人都很期待。毕竟我的 Satria Neo 啊，用的是 Endless 的 Brake Caliper， 那我的 BRZ 会用什么 Caliper 呢？相信我在之前的影片都没有提起过，但如果你是我身边的朋友的话，应该都有听我 complain 过这辆车，它的 brake 不吃。那借由这一台车已经在我的手上走了1万公里了，今天呢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为这一辆车换黑油、换牙油、换这个后面差速器的油、换 brake 油，顺便要换 brake caliper 里面的 brake pad 啦。现在这一台 BRZ 呢，驾起来的感觉啊，其实一切都很 OK， 除了 handbrake 要拉很高，它才会停这一台车啊，不是讲我要拿去甩尾漂移啊，没有，我没有那些意愿，我只是要正常的拉2-3格，就已经可以把这辆车很好的停在斜坡，而且脚 brake 啊，通常我们在踩刹车的时候，尤其是红绿灯的时候，我们的脚踩下去大概是20% 这样的那个深度，就可以好好的把车停下来了。这辆车不能啊！曾经啊，因为我在红绿灯地上是有一点点斜啊，我的那个 brake 的深度踩到像平时我驾任何一款车的那一种深度的情况下嘞，它就慢慢的往后移了，结果就撞到后面的车。就在后面这个 bumper 防刮材质的位置这边啊，就被撞出了一些痕迹。这台车呢，我才拥有3-4个月啊，我就已经撞屁股2次了，不是给人家撞，都是我自己撞啊。一次是我红绿灯慢慢往后滑，撞到后面的车，幸好后面的车没有什么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呢，是我在 parking 的时候 reverse 啊，去撞后面的墙壁啊，这个改天我再跟你们讲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总之很好笑就对了。这辆车在我的手上是第一次做 service， 那做 service 我希望可以做好来啦，顺便做一个记录。那接下来的 service 呢，就有一个 record 在那边，我就知道我行驶多远的距离过后，我驾了多久过后，需要换什么油啊，换什么水啊，这样子啦。brake pad 方面呢，也没有买到什么 Endless 还是 Brembo 的这种品牌，主要 Endless 太贵 ，Brembo 的话很多纸包机，我是没有信心，所以呢，我就上网 research 了一下，找来了一个来自澳洲的大厂品牌 Bendix 哦，然后 Bendix 里面它又有很多个 category， 我就选择了一个比较高端的系列啊，就是 Bendix 的 Metal King 前后碟刹 brake pad。开始下雨了，我也不要在这边淋雨继续讲了，我们去到 R Engineering 再来看一下我换的 brake pad， 还有我做的那些保养。下雨了 ，Let's go，Let's go。OK， 现在来到的就是我最喜欢来的 R Engineering 了啦。可能你们会以为啊 ，R Engineering 就是一个只可以来改车的地方啊，其实是可以来这边做 service 的。现在要做的东西就是换黑油啊、牙箱油啊，当然还有一个油啊，就是 brake 油。所以现在很明显可以看到他们把我的车都 jack 了上来，就是要放掉那个旧的机油，导新的机油进去。那我这一辆 Subaru BRZ 呢，换的机油跟我的 Satria Neo 是一个同款的当然也包括了同样系列的牙箱油还有 brake 油啦。等他们做好，我们再上路体验一下。尤其是我的这个 brake 啊，真的是让我很头痛啊。看到这里啊，应该很多人都会觉得我是蓝色控啊，蓝色的车，蓝色桶的机油，蓝色桶的牙油，蓝色桶的 brake 油。那原来 Bendix 呢也是有蓝色的元素啊。这边这条斜线呢，在 Bendix 的包装盒上面啊，可以看到它有专门注明哦，这个东西是叫 Blue Titanium Strip。当然，我也上网做了一下功课，这个 Blue Titanium Strip 呢，不只是美观啊，不是颜色罢了。毕竟你讲它是美观，装下去就完全看不到啊。所以这个东西它的作用是让你的车呢，在安装这一套 brake pad 过后，不需要过度的磨合。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嘛，我们装 brake pad 这个东西是需要经过一段磨合期。
期的。我有听过一些修车佬跟我讲，一段磨合期大概是1桶油走到完的那个时间啊。但是 Bendix 的这个 Blue Titanium Strip 呢，就是让你的磨合期减短。实际情况是怎样达成的呢？相信这个 Bendix 的 R&D 他们已经有做了一番的研究啦。详细的内容我觉得都可以到 Bendix 的官网上面看到更多关于这个 Blue Titanium Strip。那身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呢，我就等到实际上路试驾体验一下，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感觉，跟一般没有这种蓝色条纹的 brake pad 用起来感觉又有什么不一样啦？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ubaru BRZ 它的 brake caliper 原装是长什么样的。OK， 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装的 brake caliper 是一个 twin pod， 就是2颗活塞的 caliper， 它的大小大概是这样啦。我放我的手在这边，然后这个 brake pad 呢，即使是拆掉轮胎过后，我还是看不到是什么品牌等一下把它拿下来再看一下。但是很明显可以看到的就是我的这个 brake caliper 是 Subaru 的 caliper。这一整台车好像 bonnet 还有 fender 那些都可以看到 Subaru 的字所以如果你们买的是 Toyota 86而不是 Subaru 的话呢，那我相信你的 caliper 应该也是写着 Subaru 的。所以要买这一款车，肯定是要买 Subaru BRZ 嘛，才有那种买到正品的感觉。买86，no good。OK， 经过一连串的换油动作呢，现在是来到换 brake pad 了啦。然后现在这一边的这个 caliper 呢是已经安装上了 Bendix 的 Metal King。刚刚拿下来那个完全是看不到品牌所以很有可能这台车在日本的时候就已经把 brake pad 换过了。然后它的那个 brake pad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用光了，所以可能不吃。结果刚才这样看一下，现在我的车本来安装在上面的那个 brake pad 呢，它的 brake 的厚度跟我现在换上去的这个新的 brake pad 的厚度是差不多一样的所以很明显是这种没有牌子的 brake pad 的 performance 没有那么好。所以 brake 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们不要一直想着你的车要多快多快。我个人觉得一台车要多快停下来是比多快加速来的更加重要。如果你们买的是二手车recon 车建议大家可以的话，把 brake pad 这个非常重要、非常具有安全功能的东西都跟它 upgrade 一下。那有什么 solid 的数据可以让我们做参考呢？就是这个 Bendix 的 Metal King 它可以承受到450度的高温也就是比一般街用车的 brake pad 来的更加耐热、耐高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不管 brake pad 新还是 brake pad 旧，只要你的 brake pad 不能耐高温的话，温度上升了过后，你的 brake 的工作温度超过了就会没有 brake。那我们时常就会看到有些人把自己的街车开去10方玩 track day 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在加速到很快的时候，突然刹车，那个 brake 承受不了那个刹车温度，从而削弱了它的那个 brake 的制动力那这个 Bendix 的 Metal King 可以承受450度的高温，以街用来讲完全就是非常足够。即使要我从云顶山顶brake 这下，我也相信它的 brake 的那个制动力不会被消耗太多。OK， 经过 R Engineering 他们专业的团队耗时大概1个小时多左右的时间，我的车已经换完全部的油，还有换好 Bendix 的 Metal King brake pad 了。现在呢，就要把这辆车开回去，使用1个星期左右，等它充分磨合过后呢，我再来分享一下感觉是怎么样的啦。Let's go！ OK， 时光飞逝换上了前后的整套 Bendix 的 Metal King 呢，已经过了1个星期了啦。那好像我们换那种机油牙油通常是比较没有什么 feeling 不过换 brake pad 的 feeling 就非常大了。好像我们马来西亚人很多人喜欢上云顶金马伦在下山的时候就会一直踩刹车。我们都知道嘛，刹车的时候呢，就是那个 brake pad 跟 distro 在摩擦，从而制造那个制动力把你的车停下来。那一直摩擦，是不是会很烧？如果已经超过了那一套 brake pad 的工作温度呢，不仅是会让你的车失去刹车的那个制动力它还会耗损你的 brake pad 还有你的 distro。所以这个 Bendix 的 Metal King 它可以承受450度的高温。我们从云顶
山顶这样子踩 brake 下来呢，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们也是要配合 engine brake 啦，好像手排车呢，我们就可以挂第一档来让那辆车的 engine brake 减速，然后我们只需要踩一点点刹车就可以让那辆车慢下来。如果是 auto DCT、CVT 的话呢，我们就用 pedal shift 或者有些车的排档杆这边可以换去 manual mode， 把它放去第一档哦。你的 engine 跟你的牙箱的那个 gear ratio 啊，就会拉着你的车，把你的车的速度减低。你在踩刹车的时候就不用踩那么大力了啦。OK， 讲回这一整个星期的使用心得啊，我觉得这一个星期用下来呢，这个 brake 应该是已经充分的磨合了。因为我曾经用过其他的牌子啊，它的磨合期是有一点久啦。我会感觉一开始用的时候就踩刹车的时候那个感觉脚感不太对劲啊。简单来讲就是比较没有 brake。但是这个 Bendix 呢，其实我用了2-3天过后啊，我就感觉它的 brake 已经去到了一个 top performance 啊。我的脚啊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我的刹车踏板踩踏下去，我的车的那个制动力啊是匹配的，不像之前的是不匹配的。我踩多，我感觉它好像还不要停这样子啊，我驾起来没有什么安全感啊。那现在换了这个 Bendix 的 Meta King 就好像这样慢速刹车的时候，我觉得整个感觉是非常的良好，也不会有什么怪怪的声音，整个就很安静。即使在磨合期哦，刚刚换上去的头1-2天啊，那个刹车也没有声音，这一点真的非常的厉害。而且好像这样子有点斜坡，我踩住刹车，我的刹车踏板只是踩一点点，然后我就可以感觉到我的车是有那种整个 break 下来，甚至要停下来的感觉。即使是完全的停下来哦，我的刹车踏板也没有踩很深，所以这一点就可以完全的解决我之前不小心滑去后面撞后面车的那一种情况了啦。OK， 现在是完全停止哦，我的 brake pad 应该只踩了一个18%到15%的深度，比起之前的那一套 brake pad 啊，好太多了。所以如果你们也想要跟我买到同款的这个 Bendix 的 brake pad 呢，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找到他们的官方网站，可以进去看一下哦。它里面还有分不同等级的 brake pad， 重点是它的售价不会贵，所以我就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可以花钱去买那种假的名牌的 brake pad， 就不买一个有真正大厂品牌的，然后又不会很贵的 brake pad 呢？所以这一整个星期这样使用下来呢，我个人对这一个 brake pad 是非常的满意。我相信接下来呢，只要没有拿去跑 track 的车我身边的家人朋友的车的 brake pad 我都会推荐他们换 Bendix 的这个 Meta King， 感觉更有 confidence 了啦。毕竟之前我这样子都用了10000公里，在那10000公里里面呢，我每一天都觉得我的 brake 不刺。那现在呢，已经不会再有那一种想法了啦。至于你们大家很期待我换的 brake caliper， 就要等到我存子弹存满一点过后才打算了啦。OK 啦，今天的影片大概就先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也要记得跟它嘟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